赵本山的预言成真了，京东真的造车了。广汽明德，京东就叫汽德。龙东强，昨天号称京东第一辆国民好车正式下线，那场面那是相当大呀，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呀。但是面对如此热闹的场面，有网友却在等其他品牌的车。我在等南某人车，我在等沪某宝车，那我等付某杰车，我在等老某妈车，王某易车。那屏幕面前的你在等什么呢？当然了，这只是网友的调侃。京东进军车圈也不是没有一点好处。001号特别版新车不就开出了7819万的天价吗？说实话，我刚看到这新闻时，第一反应跟你们一样，这怕不是个噱头吧？谁真会花将近8000万买这车？但后来我琢磨了一下，我发现咱们可能都上当了，这压根儿就不是一场真正的拍卖，而是京东下的一盘大棋，一场设计的极其精妙的压力测试。今天我就以我个人的观点给大家拆解这里面的门道。首先咱们得看明白，这7819万根本不是目的，它就是个吸引眼球的钩子。你想啊，1块钱起拍，100块保证金就能参与，这门槛低到几乎等于没有。京东图啥？图的就是用这种极低的门槛引爆最大的参与度。结果你也看到了，30万人围观，23000多次出价，4个小时里价格像坐火箭一样往上窜。这在咱们看来是看个热闹，但在京东后台那可是实打实的数据。海洋多少人感兴趣？大家出价的节奏是怎样的？价格敏感度在那里写，数据比他们花大价钱去做市场调研可真实多了。这就像在双11之前先搞一场大规模的实战演习，测试一下市场的温度到底有多高。所以这第一处目的就是极限压力测试，用一场狂欢来摸清市场的底。那第二点也是最核心的一点，我管它叫认知魔法或者价格锚定。7819万这个数字太吓人了，它一旦被广泛传播，就会像一颗钉子牢牢钉进我们所有人的脑子里。以后只要提起京东这辆车，你潜意识里就会闪过，哇，那可是拍出过天价的车这个念头。这就成功的给这辆车打上了高端值钱的标签。然后骚操作来了，人家最终目标售价是10万左右。当你心里已经有了一个7、8千万的天价锚点时，再看这10万块，是不是瞬间就觉得哎呦，这么便宜，太值了吧？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就是京东最想达到的效果。他先用一个你绝对买不起的价格让你仰视，再出一个亲民价让你觉得捡了大便宜。这一手玩的确实高明。最后咱们往大了看，这还是一次商业模式的预演和宣言。京东自己又不造车，他拉着广汽会造车的和宁德时代有顶级电池的，想干嘛？他是在秀肌肉，告诉大家看我能把最好的制造和最好的技术整合起来，再用我最擅长的互联网玩法卖给大家。从线上拍卖预约到未来可能整合京东养车门店，提供换电服务，他是在勾勒一个全新的买车用车闭环。这次天价拍卖就是他这个新故事最炸裂的开场白，同时这也为以后可能推出真正的高端定制版留足了空间。意思就是国民版10万，但你要是想要特别牛的，咱也不是做不出来。所以我的个人观点是，别再把这事儿简单看成一场闹剧，它是京东一次非常大胆和聪明的战略行动，融合了市场测试、心理营销和生态布局，它到底能不能成功，最终还得看量产车开起来到底怎么样，服务跟不跟得上。但单就这场天价拍卖的营销战来说，京东确实展示了它作为互联网巨头对流量数据和用户心理的深刻理解。那这车到底能不能撑住这前期的盛大宣传呢？这就看 INUT Super 到底有什么真本事，敢在名字里带上超级2个字，总不能光会营销，车不行吧？我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他还真不是在吹牛，他的超级是超级在能实实在在解决我们普通人开车时的那些痛点上。首先，最让我觉得超级的就是他对付续航焦虑的法子。官方说续航500公里，这个数字听起来不错，但咱得看实际生活场景。对我们大多数每天上下班通勤几十公里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周末充一次电，稳稳当当跑1个礼拜，再也不用隔3差5就想着哎呀电还够不够，要不要去找充电桩，比你给手机充电还省心。但这还不是最绝的，最绝的是他用的宁德时代那个巧克力电池，支持99秒极速换电。你想一下那个场景，周末你开着车带家人去郊外玩了，返程的时候一看电量只剩1小半了，心里开始嘀咕，这时候要是有个换电站，你开进去1分多钟，就跟去快递柜取个包裹差不多的时间，一块满电的电池就换好了，直接满血复活，这体验是不是就完全不一样？这招等于是给电动车买了份充电焦虑保险，一下子就把电动车最大的短板给补上了一块。而且我听说这种车电分离的模式可能还能让咱第一次买车的价格更低，这可是实打实的实惠。
然后第二个超级点在于它的空间，我管它叫小身材大度量。你看它外面看着是一辆标准的 A 级车，不大不小，挺好停车，但里面可是藏着 B 级车的空间轴，具有2750毫米，具体表现就是后排腿能伸得特别开。我举个例子，你拉着你2个1.8米多的哥们儿坐后排，他们也不会觉得憋屈，这就能解决很多家庭出行或者朋友聚会的尴尬。而且前排座椅能完全放平，跟后排连成一张床，这个设计太实用了。你中午想在车里眯一会儿，或者长途开车累了，找个服务区休息一下，能躺平了睡一觉，那幸福感绝对飙升。后备箱也够大，孩子的婴儿车、周末露营的帐篷、天幕都能塞进去，这就叫把钱花在刀刃上，把每一寸空间都利用到极致。最后我得说说它的出身，那个53秒就能生产一辆车的超级工厂。你可能觉得生产效率高跟我有啥关系？关系大了。这首先意味着造车的精度高，质量稳定，机器人干活比人更一丝不苟。更重要的是，将来万一你的车需要换个零件什么的，因为生产线效率高，配件供应会非常快，不用让你等太久，维修成本可能也会更低。另外在安全上它也没含糊，车身用了大量高强度钢，挺结实的，还配了倒车哨兵功能，这个对家里有小孩或者小区里车多人杂的情况特别有用。万一你倒车时后面突然窜出个小孩或者小动物，车自己能识别并刹车，这功能多一份就多一份安心。还有那个540度全景影像，相当于让你有了透视眼，车周围有啥障碍物看得一清二楚，新手司机也能秒变老司机。所以总的来说，在我看来 IIoT Super 的这个超级不是堆砌一堆用不上的黑科技，而是精准的打在咱们日常用车的痛点上，一让你充电像加油一样快，让你小车也能有超大空间，让你开车坐车都更安心更舒服。如果它最终定价真在10万左右，那确实可以说它不是在简单的造一辆便宜的车，而是试图用超级的产品力去重新定义什么叫国民好车。既然都叫国民好车了，京东一个不是本专业的也开不起来呀，所以它是京东、广汽、宁德时代这3家一起搞的。不过这事儿表面看是强强联合，但在我个人看来，它的玩法简直是对传统汽车行业的一次掀桌子。网友给这个组合起了个特别传神的名字，叫汽德龙东强。你仔细品品，是不是一下子就把精髓说透了？我先说说我的一个核心观点哈，传统造车，要么像老牌车企那样啥都自己干，重资产投入船，大难掉头，一起盖一座叫国民好车的房子。这种轻资产模式对京东来说风险小，见效快，简直是聪明绝顶。那它颠覆性体现在哪呢？首先也是我最佩服的一点，是它彻底把造什么车的决定权从工程师手里部分抢到了用户手里。这事儿京东干起来有天然优势，他手里有咱们好几亿人的真实消费数据，他可能比你自己还清楚你想要啥。比如83%的人希望车价低于10万，94%的人想要大空间，96%的人担心续航和充电。这些可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是京东通过几十万份问卷和大数据分析得出的精准画像。然后他拿着这份用户需求清单，直接告诉广汽和宁德时代，哥们儿就照这个单子做。这就是所谓的 C2 照反向定制，这完全不同于过去车企的工程师们关起门来研究竞争对手，然后推测市场可能喜欢什么，经常造出一些叫好不叫座或者根本不贴地气的车。现在变成了咱们用户要什么工厂就给你造什么，这成功率能不高吗？其次，他想重构咱们买车的整个流程和体验。京东的野心绝不仅仅是卖给你一辆车就完事了，他想打造一个闭环，让你买车像买家电一样简单。你想啊，现在买辆车多折腾，跑 4S 店比价，和销售斗智斗勇，担心后续保养被坑。京东想怎么做？未来你可能就是在京东 APP 上看看视频，点点配置，像双11抢手机一样一键下单，后续的保养维修甚至换电都可以去他遍布全国的京东养车门店。他要把汽车从一个需要你小心翼翼做功课、费心费力去维护的大件，变成一个标准化服务、透明的消费品。这无疑是对传统 4S 店那种信息不透明、价格水很深模式的一次降维打击。如果真能实现，对咱们消费者来说绝对是好事儿。所以我觉得汽德龙东强这个组合真不是简单的1+1+3，它是一次生产关系的革命性重组。广汽贡献了扎实的制造工地，宁德时代提供了顶尖的电池技术，而京东则带来了精准的用户洞察和恐怖的销售网络。他们3家各司其职，把自己最擅长的部分做到极致，然后组合在一起去打造一个共同的产品。这已经不是在做一道简单的加法题，而是在做一道产业融合的乘法题。如果这套模式跑通了，
它可能不仅仅会诞生一款爆款车，更会告诉整个行业未来的竞争，可能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生态圈与生态圈之间的竞争。你觉得这种新模式有戏吗？